两个原厂壳到底可不可以互吸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苹果爹。那我们今天就来开箱这两个苹果原厂的 iPhone 12保护壳。那大家如果有在 follow 的话，应该知道今年 iPhone 12保护壳最特别的就是它里面会有内含这个 MagSafe 的磁铁圈。那它这边有写在上面，写 MagSafe。这个细胶壳的话 ，MagSafe 的磁铁圈是看不出来的。那这个透明壳的话，这边就会有一个白色的圈圈，然后下面有一个帮助你定位的这个磁铁。那这个在透明壳上就非常的明显。那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把它打开来，然后比较跟前几代的差别。那我自己本身也是有使用苹果这个原厂的透明壳，所以我们大概来比较，然后分享一下我的感想。然后我们也会把它装上去在这个两个样机上面，然后让大家看看，就是说在不同颜色上面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。那我们也会测试，很多人想问，如果两台 iPhone 都有这个磁铁圈的话，是不是可以对吸？那我也会比较我前几代有使用的皮质壳啊，还有这个细胶壳，看看比较起来感觉怎么样。我们就先来开箱吧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开箱这两个壳吧。那首先我看我们先开透明壳好了，因为这个是很多人很好奇，就是说如果它这边有一个圈圈，看起来很像一个放大镜，把它真套上去后，或实际亲眼看到后，这个圈圈看起来会不会很突兀？我觉得应该是会啦。那我们就打开来看看吧。拉开来，抽出来，磁圈在这边是非常的明显。这边有一些字哦 ，MagSafe 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。那它这边是有磁力的这个圈圈哈。那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旧款，这个是我先前用11 Pro Max。很多人就会问说，这个透明壳到底久了会不会变黄？这个是用在11 Pro Max 上大概4、5个月。那目前为止是看起来没有什么变黄。你看两个比较起来，它的反射啊，这些按钮的部分，按钮的部分好像有稍微黄一点。你看它按钮这个质感，感觉起来好像也是差不多的一个材质。那先前我使用11 Pro Max 的时候，在关于这个透明壳，我很多部分都非常喜欢。那最不喜欢的部分其实就是它的按钮，回馈感并没有像它其他细胶壳跟它皮质壳这么好，所以这是我唯一一个想抱怨的小缺点。那其他的话，我觉得整体的手感，你可以看它是没有任何的接边哦，所以装上去是非常漂亮的。那至于刮痕的部分，细去看还是会有一点刮痕在，因为我也没有特别的很保护它。至于我用的手机是白色的，所以刮痕其实在上面并不会很明显。可是如果你用的是深色的手机的话，可能多少会比较看得出来。OK， 好，那这个我们就先把它装上去看看。我觉得这个不管装在什么颜色上面，这个都会非常的明显。那你这边也看到它底下还是有开边的 ，OK， 它这边还是有开边，因为这个塑胶毕竟是硬壳，它还是需要有点空间让你把电话塞进去。我们就先把它放在这个黑色的机身上面，看看是什么感觉。这个实在是有点说不出的突兀。我自己不会因为这个原因不去用这个壳。那可能很多人是喜欢那种很晶透的感觉的话，可能会对这个就不太适应了。看到后面有这个，那按钮的回馈感，目前这个是样机啦，触碰这个按钮的感觉跟先前的材质是差不多的哈，所以它回馈的感觉，我觉得就是你要比较施比较多力去按它，跟其他的这些细胶或是这个皮质啊，这个是 UniU 的皮质壳啦。那它的按钮是非常好，可是说这个透明壳它的缺点就是这样子。整个握感的话，我觉得它在这边还是有一点点小圆弧的收边，所以整个握起来的话，我觉得会比直接裸机拿起来可能还好一点。可是当然你的厚度跟宽度多少就增加一点。好，那我们把它套上去白色的看看。那今年苹果目前是还没有推出皮质壳啦，然后官网上面还没有看到，所以如果你是对皮质壳有兴趣的话，那这个 UniU 的真皮质壳是可以去参考，因为他们也是做全面包覆式的。那这个是我先前在 iPhone 11 Pro Max 上很喜欢的一个壳。装到白色上面也意外的没有比较不突兀哈，它这个放大镜的磁圈还是非常的明显，所以如果你对这个很在意的人，可能就要再考虑一下。那当然就是说，如果你要使用 MagSafe 的配件的话，当然是有这个的话，它相容性会比较好，就看你自己考量的哦。我自己的话应该是觉得没有差，我还是会用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来开一下细胶的吧。细胶的它反而就有一个透明的保护膜在这边哦，这样。然后这边你可以看到它这磁圈的部分，很明显它就有一个透明的一个材质，应该说上膜在这边。这一次细胶的质感比较起来，我觉得有滑顺一点点。个人先前不是说非常爱细胶的材质哈，当然很多原因啊，像比较深色的它可能比较沾灰尘啊，然后在口袋里面会比较去摩擦。可是这一次的细胶感觉起来，我觉得比较滑顺一点。那可能就是说放口袋的时候比较不会去卡到。这边我有一个使用了大概1
年多的这个矽胶壳，这是我家人用的。先前的苹果壳，不管是矽胶或是皮质的，它下面都是开口的。那这个是在 iPhone 6开始的设计就这样子。那其实在先前 iPhone 5的时候，它的皮质壳也是这种底部也是全包的。那这一次因为又回归这种切直角的设计，所以它的底部又改回这种全包。那这一点应该是蛮多人喜欢看到的。好，那我们来把它装上去吧，装上黑的看看。对，这个按钮的按压感就真的比透明壳还要好非常多，就算只是用在这个样机上面都非常的明显，好按非常多。那这个按钮也是矽胶的，这个框框就是塑胶，然后它这个是蓝色的矽胶壳，然后这个框框是有点切黑边的感觉。现在里面配的是黑色的，所以看起来我觉得还 OK。UniU 的开口也是3个，哇，这样 UniU 的开口算非常的精准了。跟它几乎一模一样。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皮质壳啦，我觉得放在口袋里的感觉比较好。可是这一次这个矽胶壳我也觉得还不赖。OK， 那另外一个重点我们要看到就是说它比萤幕高出来多少。那这个当然是样机，我们不能拿来当最后的标准。可是目前看起来的话，它就是还是有高出萤幕那么一点点。那我个人先前给使用原厂壳的人建议就是说，如果你使用原厂壳，你还是要用一个萤幕保护贴，因为第一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紧的壳，那第二就是说它凸出来的部分并不是高于萤幕非常多，所以你摔下去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萤幕会稍微向外凸一点，那这个时候你萤幕角就会去撞到。那镜头的部分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太需要担心。很多人都在问说，两只 iPhone 如果都有这个磁圈的话，可不可以互吸？应该是互相排斥吧，对不对？不行，磁力感觉起来并没有非常强。一方面可能就是因为我现在这个 iPhone 是样机，里面也没有一个磁圈，那会不会真的 iPhone 出来之后，它里面磁圈的吸力会更强？我现在拿一个磁铁来试试看。好，我这边现在有一个强力磁铁。还算不错啦，那我觉得我们等拿到实机的时候再来看看它结合起来的吸力会多强。因为他们现在说副厂会做车充，那可能就是在本身充电座上面它的磁力会强一点。那我把它换到白色的上面，让你们看看是什么感觉吧。OK， 换成白色的，我觉得很好看。因为其实我先前的 iPhone 5就是白色配上蓝色的原厂壳，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这样放一放，它上面就已经沾非常多的屑屑在上面。这样放进口袋给你们看，然后再抽出来看看里面会有多少毛屑。对，你看这边还是有一些毛屑就开始粘在上面，所以这也是我先前不太爱用原厂这个矽胶壳的原因。可是这次感觉也比较滑顺一点，所以应该是比较容易拍掉啊。我不知道，看你们自己怎么选择。那这一次这两个壳都是1490台币，50块美金。我个人觉得是不便宜，都比先前的贵。那可能就是为了多了这个磁圈的关系，成本增高，值不值得呢？我觉得看你们自己怎么想。1500块，保护性算是中等的壳，或者是你要买副厂，像 UniU 这个。那皮质的选择，那或者是会有其他副厂的壳，那我也会继续做介绍。对，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，你塑胶的壳底部还是开启的。OK， 那这个就是说你去摔的时候撞到这个角，可能还是比较危险。那这个矽胶的话，它就是比较有保护。那我个人对先前这个原厂的塑胶壳评价算是蛮高的。那有一点要讲好，就是说，其实你在买这个塑胶壳原厂的时候，店里面的人员也会跟你讲，它不是真的那么防摔，它就是基本的防摔防刮，它不是真的一个防摔的壳。所以就是跟你们大家讲一下，不要觉得说这个原厂的壳会有多防摔。我再会有很多副厂壳的介绍，那我都会介绍一些我很喜欢的品牌跟大家分享。所以喜欢这类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，按下小铃铛，然后按赞跟分享。我再会回来跟大家分享更多关于 iPhone 使用的壳，不管是原厂副厂使用的经验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我是苹果爹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喽，拜。